除了巨捕蛇鱼，到底还有哪些鱼都有击杀特效？正好今天就拿我养的这些鱼来测试一下。这次除了小金鱼以外，我还特意准备了泥鳅用来投喂。当然了，也有不少粉丝建议让我投喂火龙果，所以呢，这个也必须安排一个。居然东西都已经到齐了，那咱们直接开始测试。首先第一个登场的就是泥鳅，这个是所有猛鱼的最爱。不过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些泥鳅被吃掉之后，好像没有任何反应，就算是红龙鱼吃了，也没有任何击杀特效。从目前的局面来看，我感觉这个泥鳅想看到击杀特效是没希望了。那咱就直接换成小金鱼进行测试。至于巨捕蛇鱼，我就不用多说了吧。但是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鳄鱼上去了也有这样的效果。再来给这条小红龙也投喂一条试试，按道理来说应该也能做到扩鳃的这个动作。来，我就说吧，我们再来看看这条魔神鱼又会有怎样的表现。哎，漂亮！但是我发现它的鳃盖好像没有喷出红色的液体，而旁边这个鱼缸里面养的猛鱼都太小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就直接跳过。好，咱们再来投喂火龙果，火龙果也有了，不过就是大了点。首先咱们要把它切成小块，终于全部都切完了，手都给我染红了，我觉得这个一定行。先来给这条大魔神鱼测试一下。过去就是一口，而且你们仔细看看，果然投喂火龙果的确是有击杀特效的呀，虽然不是很大，但已经有就不错了。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投喂这些水果，毕竟它们都是吃肉的嘛。但是有些鱼啊，吃些水果也是没问题的，像我这些吉罗鱼就吃的特别棒，只不过就是没有击杀特效。总结一下，目前我这里有击杀特效的鱼一共有鳄蟹鳝、巨捕蛇鱼，还有这条小红龙。当然，这条魔神鱼吃火龙果的那个片段也可以算进去。也许是我这里养的猛鱼都太小了，所以呢，这击杀特效并不明显。所以呢，以后我打算弄一个巨物缸，以后用来养超大个体的猛鱼，到时候咱们一起来期待一下。这下彻底完了，一夜之间很多鱼再也不动了。赶紧拿东西给它抓起来。事情的起因是这样子的，昨晚我让助手帮我给鱼缸换水换滤材，可能他把鱼缸的水换了一大半之后，就立马加了冷水，导致水温偏差太大，还有很多没有被吃掉的虾尾被水流冲到了角落，导致虾尾在水里面腐烂。再加上他没有把过滤器给它安装到位，导致这个过滤效果几乎为零。但最可惜的还是我养的这些鱼啊，就这条食人鱼，还有这个招财猫，从给它们弄过来，再到每天投喂，给它们养到这么大，真的花了很多心思。现在也只能给它放进冰箱里面了啊，难受啊！今天的损失真的是太大了。但幸运的是，还有一部分鱼是救回来的。这一次的水体破坏，整个鱼缸都要进行消毒一遍，又不知道这些还活着的鱼能不能撑过今天晚上。但很可惜，凌晨1点多，鸭嘴鲨也凉了。哎，赶紧先捞出来吧！这一条鱼已经足足长了这么长了，也有投喂了2、3个月的样子。哎，只能放冰箱冻着吧。上次救回来的鱼现在都怎么样了？很幸运啊，这些鱼的状态目前还非常良好。昨天我们就把这个鱼缸已经全部都消毒了一遍，现在材料也全部都到货了。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给鱼缸翻新。那猫兄也正在帮我监督啊。从之前的这副模样翻新之后，整个鱼缸看起来干净太多了。前后也弄了1个多小时啊，终于给它弄好了。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棒。经过1天的等待，鱼缸水温也升起来了。二话不说，现在就把这些猛鱼换到下面的鱼缸。哎呦呦，下去。从此，这缸鱼又回到了曾经生机勃勃的模样。好了，现在就已经把昨天救起来的鱼啊，全部都放下去了。现在呢，咱们再带你们去看个好东西，走。这一次，我又准备重新开始养条食人鱼了。想把这条小食人鱼给它养大，我感觉这是个漫长的过程，所以呢，从现在开始就要不断的给它喂饭吃。但是呢，现在我都不知道这条食人鱼到底是哪个品种啊，因为这么小是根本看不出来的。至于长大之后是哪个品种，这就真需要过段时间再来给大家分享。你们知道现在我这个工作室有多少个鱼缸了吗？今天带你们来经历一下。先从这些小的鱼缸说起吧，这里面都是养的一些热带鱼啊，除了这一条蓝兽以外，上面的大鱼缸还不能公布。下面的这个鱼缸呢是用来养鳄龟的。来，这个是一个雷龙缸，里面是养的一条眼镜蛇雷龙鱼。这个鱼缸的话还空在这儿，你们说该养点什么鱼呢？还有就是我这个工作室里面最大的一口鱼缸，这个是溪流缸，是模拟外面的这种环境打造的鱼缸，里面的话都是一些原生鱼，这个特别好看。像这种原生鱼啊，是叫做虾虎鱼啊，具体是哪个品种的虾虎鱼我都忘了。然后这一个就是我自己做的高达鱼缸，来，上面躺了一个高达，这是战损版的，里面养了一些河豚，还有一些黑尾大钩。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鱼缸好不好看？反正我觉得是 very good。旁边的这个就是海缸，这个我就不用多介绍了，里面全部都是养的一些海洋生物。不过这个就有点特殊了，这是一个仿生态缸啊，就是模仿雨林有陆地有水流的这样的一个环境。你们看多么的哇塞，这个大家应该都熟悉，这个就是用来养猛鱼的。这么多鱼缸，我始终认为还是这个古法鱼缸最合适我，因为不需要怎么换水，只需要加点水就行了。
还有这里一堆小鱼缸啊，都没怎么养鱼，差点忘了，其实这里还有一口大鱼缸，这里面才养了4条鱼啊，这些都是冷水鱼。好了，最后把手机横过来，一起来欣赏一下。挑战养100种鱼的2个月以来，现在整个房间都是鱼。刚开始没什么经验，就已经牺牲了3个，巨骨舌鱼就是其中之一。看来小鱼缸是养不了凶猛的鱼了，所以我又花巨资定制了一口大鱼缸。现在刚好到货了，走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这鱼缸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，光靠我一个人是抬不动的。不过还好有小伙伴一起帮忙，才能抬进来。从给鱼缸塞箱，再到把鱼缸抬到支架上去啊，实在是不容易啊！这么大一口鱼缸啊，整整花了3个小时。终于把它弄好了。第二步，再来把鱼缸自带的管件给安装上，还有这些鱼缸灯也需要安装起来，过滤材料也是少不了的。这些全部都弄好之后啊，咱们再来把背景膜给它撕掉。这样的话呀，整个鱼缸看起来感觉更通透一些。所有的东西都弄好之后呢，现在也终于可以放水了。1 week later， 可以了，大功告成，看起来是非常的完美呀。所以该养点什么鱼呢？这个就留给你们来决定吧。但还得是要先捞一条试水鱼放到里面。我估计这条鱼这辈子都没想到啊，有一天它还能住进1.5米的大别墅。看这里面的空间，我都想进去游个泳了。现在已经养了雷龙鱼、小丑鱼、恶雀鳝等等，还有好多好多。那下集你们说该养点什么鱼呢？上一次买了一条鲈鱼给它放生了，然后你们又让我去买一条鲶鱼，走去看看，这个是鲶鱼啊，这么大呀？这有点太大了吧？我还是去别的地方找一找有没有小一点的。哦，这条鱼跟鲶鱼真的长得好像啊！哦，这旁边还有大甲鱼，看到没？老板，这里有没有鲶鱼啊？鲶鱼，里面有鲶鱼啊？哦，这条鲶鱼刚刚好哦。哦，这么活跃，会打篮球不？这里一共16。带回家放生了这个鲶鱼。先带你们过来看看这个抓鱼的网吧，大约已经放在这里很久了哦。这个收获感觉有点不理想哎，看来这一次又得重新换位置了。就这个小水沟真的非常不错，而且这个网放下去也真的是刚刚好呀。放在这样的小水沟里面，保证比放在池塘里面的收获更加 very good。行吧，明天就等着你的好消息。喂，不用看了哟，今天是真的没有鱼吃了呀。还有今天买的鲶鱼，我按照你们的建议，把筷子跟勺子都放进养鱼缸里面了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鲶鱼它还是不吃饭呢。世俗中药，男人无惧无畏。不可能了，我才刚放在这儿，它就凉了。做人做事都是从容面对。我也是万万没想到，居然是这样的结局。他作为一名有爱心的好孩子，当然要选择放生啊，对吧？来吧，让你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。